大家好。這一次的水痕呢，卻是從窗框的中段跑出来，橫料的螺絲孔還出現了白化，讓我們一開始就有點納悶，水到底是從何來的？經過了現場仔細觀察及討論，我們發現這堂窗它是推窗，它是用拼接的方式組裝起來的。水可能是從上方的包板進入到框料，順着框料往下流，流至直料與橫料拼接處，有3個方向流：一，流至牆壁，造成大片的壁癌；2，直接往下流，造成拼接處滴水；3，往螺絲孔流，造成橫料的螺絲孔產生了白化。為什麼這次的水會從中段出來？關鍵就在推窗的接榫拼接處。推窗的窗框不是一整支料做成的，而是把直料和橫料用接榫的方式拼接起来。一般工厂製作時會把橫料跟直料的端頭切成45度角，這樣拼起來它的外觀會平整。再把角碼插入中空腔底固定，接着鎖螺絲，最後再搭配端面膠、防水布及耐候性中性的矽利康来做防水處理。如果當初制作時角碼沒固定好，膠沒有打實，防水布沒貼好，或螺絲鎖不夠牢，就會留下微小的細縫。時間久了，受到熱胀冷縮和窗扇的開關震動或材料老化，缝隙就會越來越大。雨水一旦從窗框外側，像是上缘、側邊、玻璃溝槽或包板接縫進入，就會進入到鋁料內部的空腔，然後順着橫料一直流，所以水跑到橫料與牆面的交界處時，才會從中段滲出來。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的水不是典型的從上面往下流，而是從中段跑出来的關鍵原因。水不是在窗框的表面流，而是在框料內沿着橫料。那我們等一下一樣會用我們石頭工程的方式先去處理它。我們打這邊，我們盡量把料放到這個涂料這邊。那我們接下来就開始施作。首先我们会进行环境保護，避免施作時的粉塵垃圾污染環境。接着把壁癌刮除，方便後面觀察是否還在漏水。然後進行鑽孔、鎖針、灌第一次發泡。我們現在已經下針下了，也灌完第一次料。我們現在一樣用正常的程序下去抓漏，但是因為這邊的重點是這裡這支補料。所以相对的，我在這個地方有比較加強一下下2支針。那我等一下還是再灌第2次，我們再來看一下第2次的狀況。我們現在已經灌完第2次了，大家注意看它現在出料狀況其實差不多了。現在的料它應該還是在框框裡面居多，但是重點來了，因為我们的重點其實是這兩邊的補料，因為可能之前第1次來打針的人，他其實已經放料在裡面了，所以現在變成說我的料在膨脹的時候會擾亂掉。但是我們應該還是把重點，最主要點是這裡，靠這裡。以前的人打針的時候，他可能已經封閉這邊的一些局部的地方，讓我的料現在在裡面局限膨脹的時候，它只能跑一些出來而已，剩下的可能就是填滿其他的框料。接着我們來觀察一下，只要它沒有再出水，我們就可以再復原了。最後油漆復原。不過也提醒大家，高压灌注虽然能有效的封住窗框內部的水路，但如果真正外部的進水源头沒有一起處理的話，這種漏水後續還是有可能會再復發。例如外牆的防水層已經大面積的老化，窗框本身嚴重變形，拼接處縫隙太大，或者外側的耐候性中性矽利康失效，排水孔堵塞，包板接縫進水，這些都有可能讓雨水再次的進入。所以長期來看還是建議一併檢查外側的耐候性中性矽利康，記得不要用酸性膠。另外也要清理排水孔，定期的保養窗框周邊的填縫劑。如果是推窗指封塊的固定也要一併的確認，因為它會影響窗扇的密合度。如果你家裡也有類似的窗框漏水問題，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你的狀況，像是水痕位置、窗型，我再幫大家一起分析，看看水到底是怎麼跑進來的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